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跟宇宙下定的新恋人已经抵达，跟宇宙下订单的完美恋人、新恋人已经靠近哈，就是这个范围。好，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3种不同的度母哈。你可以不需要以他的身份跟他背后的意义来做选牌，你只要感受到颜色所给你的感染力哈，哪一张的颜色最投入于你现在当前的心境，你就选它就可以了。好，给你10秒钟。好，那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哈。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张卡的朋友开始哈，这是你们今天选的第一张卡哈。好，来，我们一样哈，先从整个你们两个能量的大趋势来看哈。那大趋势就是关乎着你们遇见之前、遇见之中的一个进入确定爱情前的一个流程，后面还有确定爱情之后的一个整个能量的趋势后，让你看看你所期待的是什么哈，让你看看你，让你明白或是理解，或是有一个方向感哈。那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先从金星能量做挖掘哦，来这张，这一个爱情，这一个新恋人哈，是你的能量正能量做一个交换哈，跟宇宙做交换，付出你对他人很有爱，有更多的爱，有非常多的爱，你平常就对他人有善意哈，无论是善恶的选择，对自己看重的选择，尊重自己的选择，他人的选择之中，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以他人为优先考量，那个就是一个善的出发哈。那我觉得这一组，它这一股能量是这一个善的出发的一种回馈回来聚集，然后回到你该获得的东西。但是这个能量可能积了非常久哈，可能积了非常久，让你等待了非常久哈。所以，但是现在这整个能量已经比较确定，该给你什么样子的结构，那一个将远道而来的这个新恋人的能量或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大概已经差不多确定了，所以也即将要靠近你了啦。以这张牌来说，在某一种距离感。某一种距离感来说，我觉得它是人间与天堂的一个距离啦。所以这一份祈求，这一份连接，需要非常长远、非常多的故事跟经历连接到之后，才肯定，才有了那一个肯定句，才有了那个确定词汇能量的结构，哈，风水火土的结构，大概比较确定了你，而你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也比较能够接收到某种成熟度了，好，不是程度，接收到这样子的能量的降临，所以很辛苦，让你等了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降落了哈，终究要降落了。来，好，那我们来往水星能量来看看，一样哈，以时间的长河来说，挖掘了非常久了。如果你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之前的人生花了很长的时间等待爱情，可是中间又有所放弃，又开始不等待了，然后着重于自我内心的挖掘，那这条路也没有算不对，而且是比较接近正确的道路哈。因为可能在时间上、能量的交换上，你祈求的能量的等级，其实有一点点不知不觉的慢慢的提高了。哦，你也有慢慢的知道说，宁可是对的人，也不要只是补缺的人哈。那这份内在心理的肯定跟挖掘你本身的价值的提高，你自我的灵魂的提升，有好几次的阶段的上升哈。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念书啊，其实比如说国中变高中，高中变大学，大学变修，这个每一个，然后进社会，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重新的心灵提升。那这一些心理提升，你对自己的自我肯定的程度也慢慢的加深了嘛。所以你每一个阶段想要遇到的爱情也都不同哦。那只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以今天翻牌这个阶段，差不多会依照跟匹配你的成熟度，跟你内在的品质的精致度来去做一个很好的搭配。他不会，也不想给予你一个让你受苦受难的角色哦。尤其在水星能量有非常高度的判断，所以你也不会随便选择。所以1号牌的朋友，你有可能会陷入一个你明明看起来
也没有那么满意，而且危机四伏的一个人，可是却很有吸引力，你还在决定说要不要接近他的时候，可是你会告诉自己说，没有，我的人生的这么多的经历跟判断，我决定要符合我的个人价值跟安全感、舒适感要更高的，我不想投入一个危机四伏的绝对浪漫里。现在的你已经不会这样子把自己丢进去了。好，这2张牌都有，也因为你这个旅程中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判断，所以你内在的善，对自己的善，对他人的善，也就凝聚了一个更好的能量要靠近。这2个能量以时间长河来说，都有一个慢慢步行到终点的讯息啦，只是方向不同，一个是边走边等，一个是越走越慢。所以也算是定义了今天的题目啦。你对宇宙不知不觉、无时无刻，或是随机的时刻，跟宇宙祈求的新恋人，在你看一段影集，或者听别人的故事，或看小说的时候，发现别人的恋情，你羡慕着，你也希望成为里面的角色，成为跟他们一样好的人，而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这样子的祈求，不知不觉跟宇宙下了订单。现在很流行这个语言嘛，你们比较能够理解。我个人会觉得说，就是对着更高远的宇宙去把你的意念串进去，它会做一个互动，连接后会做一个互动，然后再去看看你给予的能量是什么，来做一个回馈，来做一个回应。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应的时间点。2张牌都有说该领取了，该领取了那个属于你的东西。来。好。来，我看一下哈。方式 is whole。门已经开了，这张牌门已经开了。等一下把这主角帮你翻一下，我觉得那个门的形象大致趋近于哪一个样子。门已经开了，表示说你们2个见面的通路是已经开了。那这边有偷偷泄露一点。在你的生活里面，越是充满爱的感受的位置，它距离那里越近。因为那边起了一个关于复合式的爱的一个风。对世界的爱、不爱、友爱、亲情都算。都算。就是什么叫有爱的？比如说情人节那一天，到处都有爱的风吹起嘛。那他现在在这个平日里面有一些爱的讯息出现，比如说爱情喜剧的电影区，或是朋友的聚会，生日的聚会有祝福，祝福也是一种爱。家庭的爱，这些爱的区域蛮接近的。其实最小也有接近你思念一个朋友而去见一个朋友，这个爱也是。那当然啦，这些起点都还不错。可是为何要突然强调这个？因为有很多人的起点是不怀好意的，是不充满爱的，是没有带来爱的。还是有所差别。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敏感的感受一下。然后这里有说你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这个人的外在啊、声音啊、条件啊、穿着啊各方面你都很喜欢，都符合你原本所期待的人。这组有1号牌有。那不过你们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领域、完全不同世界的人。这个讯息有出现，因为我在这里跟这个门的另外一个暗示，还有这里都发现一件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虽然彼此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是立刻就发觉你们不同的工作领域，甚至不同的背景文化，甚至完全不同的朋友圈，而这次的交集跟交接是有点勉强的认识。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么靠近的话，这个认识之前是不可能达成的。可是因为你们彼此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还有非常好的第一次对谈。这次第一次的对谈有很多是关于内在的高度产生的吸引力。虽然外在已经吸引力，可是真正产生连结的是你们的对话，产生了一种很强的钩子。勾住了彼此没有的东西，稀罕度
跟好奇心，而且这个是理智上的判断出来的，不是水能量把你们立刻丢到绝对爱情、绝对浪漫主义里面。这组还真没有出现绝对浪漫主义的东西，没有，而且它只是一个广泛的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会一股脑的就掉到这份爱情里，也不会被眼前的美好立刻吸引，然后掉下去。我前面这里就说了，前面这里已经说了，这组后面的牌也是这么说。那你们的关系会在第一次见面之后，用一种慢慢的爬升的方式，爬到了可能感受得到这是爱情的一个位置，所以不会很快。唯一快的路径是一个直觉，就是立刻感觉到你们的差异或是距离、背景、生活、文化距离哈。那你说他有可能到远到是不同国家，或是异国恋情，或是这样讲有点种族歧视，但还是这样讲比较简单了。同一种种族，可是是不同国家这样子，有可能哦。这组确实一直有一个漫步前行的距离感，可是我没有直接觉得它是所谓的地域上的、位置上的、空间上的距离，它比较多的是你们来自何方的距离，来自了彼此原本非常遥远的出发点，然后在这里相聚哈。那这边还有一个缓缓往上走的能量，是相处之后慢慢走到爱情的这一个距离，所以都还好。那你们之间爱情的能量连接强度也是属于柔柔软软的，在这里柔柔软软的，不会进展的非常快。那还好，你们这组两种强的吸引内外在的理性感性的吸引力都存在。所以一开始就审核过关了哈。这样讲虽然有点不礼貌，但是一开始就审核过关，在整个能量上都算审核过关。只是进展到爱情的速度比较慢，但是趋于彼此所认为的完美的人。那真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我必须说，你们有可能，我想一下，这一个要下得清楚一点。擅长的价值观不同，这个你要想一下哈。擅长的价值观不同，打个比方，他可能对于世界政治观很理解，但是对金钱观很弱，然后你们两个相反，大概是这样子。好，另外一个可能对于机械如何影响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科技很有感。另外一个人可能对于宗教还有艺术影响世界更深远两个人擅长的价值观不同，不代表谁笨谁聪明，不是这个擅长的价值观不同，这个是你们两个目前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明确的距离还有，但是我没那么确定，所以我就不说我没那么看到。有一个能量趋向于那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确定，在我要讲之前我刹住了，所以我就只讲到这个位置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翻。但是整体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始了，只是要节奏非常慢，节奏比较慢，没有到非常慢，但是比较慢它没有烟火式的爆发，没有很明确的端点的成为起始点，所以它没有一个爆发性或是一个切断。那这里有一个感觉是，你们这一次的距离都是被某一种爱的能量吸引、靠近、简化。你们可能因为共同的朋友或是共同的活动被吸引，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在办一个活动，你们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区域的人，可是都被那个活动吸引，这就是那个爱的能量吸引。然后到那里才发现你们彼此中间有彼此认识的人，然后做了一个互动，然后做了一个认识。那你们彼此的吸引力、内外在的吸引力，做一个顺序来说，把你们拉在一起了啦。那可是不是爱情的强烈的有爱，可是不是爱情，不只是爱情的能量包覆你们，所以节奏会处在一种慢慢来，而不是一种共识上或是有默契上说那我们慢慢来，不是，这是整个氛围你们知道快不起来，所以慢慢来，慢慢聊天，网络上慢慢留言，
然后慢慢的对话，传一些迷音，然后也没有约出去，最多只会到朋友之间又约，然后大家一起去这种。你们独自约的，到你们自己独自约出去的节奏还没那么快就出现，还要再过一下才会有。好，你们中间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隐形的阻碍，让你们觉得如果节奏快会有点唐突，会有点冲动，一直都有这个东西出现。那我认为那是因为你们的人生的经历创造出某一种对感情上面的理智比较丰厚，比较成为一种防护网，两个都有。所以即便非常喜欢，也没有那样坦然跟莽撞的再去立刻表达，也不会因为单身太久，你的认知上的太久，而觉得一定要立刻抓住，也没有这个心情。也没有这个心情，所以照这种慢慢节奏走下去，才是属于你们的路。我一直觉得所有的行走步伐都不快，没有奔跑。所以，但整个能量的稀罕度在于你们的遇见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偶发的爱的能量在你的附近盘旋。我觉得这就属于我刚刚说的，你们的爱的能量付出中有一个回馈，有一个回应了。那这个回应你们两个好像都有抓到，这个回应都有抓到。好，那而且往你们两个遇见的那个通路跟新的阶段的门有开哈。那这个门是开在你们遇见之后还是遇见之前，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这里有说有一个通路门已经往上开了哈，它已经让你脱离现有的状况了。现有的状况在爱情的路上。好，来，那我们往下看，我来翻一下，我感受上的门应该是偏蓝，比较土壤性的，不漂浮，不漂浮。我大概都要说一下，我再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哈。土壤不漂浮，这个算有，这组算有。这也算我差一点，这也算，但没那么多，差不多是这个，差不多是这一个路口，我觉得我看一下还有没有，突然踏实漂浮不漂浮，也算这个，我觉得也算，这两组能量都算接近哈，但是。我认为这个比较封闭的位置比较多惊喜。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么多的惊喜，我觉得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一组这个意向比较接近那好，我选这张来，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的通路大概是这个形态你感受一下来。你们会从这个路径走到那一个你们可知的未来，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所预期的，然后可是要记得后面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的下斜坡，所以它后面还会有什么保障？有城市吗？有花园吗？还有一些更加丰沛的东西躲在后面这个慢慢下去的斜坡。它这个比较像是一种山顶上的门上去了，然后就要下坡，可是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新世界。这个比较符合我刚刚翻牌的一个境界来，那你们感受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生活面的深刻的东西来。好，我们先来看，遇见了吗？可能有，几率蛮高的。来，我们来看。好，我先说，可能是跟工作有关系的一个聚会活动有然后很接近庆祝某个工作关系的一个结果非常好，大家都去庆祝，可能没有直接跟你们相关，可是可能你们是被邀约的，但也有可能跟你们相关，你们是庆祝自己，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参与比较像是参与，然后那一块位置，基于之前的太阳能量有照耀，所以那一个位置是非常聚集非常多人的爱跟欢喜的位置，所以应该会在这样子比较多人的庆祝的活动里面是生日吗？是喜宴吗？不是这个讯息，
更多的是大家是一致的、平等的、共享的某一种大家雷同的梦想的方向的。这组比较像这个你感觉一下好，我觉得已经见面了，但我又觉得依照前一组牌来说是快要见面了，以及门来说，我觉得快要了。好，我的方向比较像快要了快要了。但是你们的能量各方面已经非常靠近了，已经非常连结了。你们的工作应该是属于一种不同性质，但是可以互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没有连接到，没关系，我往下翻好，先看这些，通常都先看这些这里就已经够多，够多不稳定的讯息了。果然还没遇到，都还没遇到。那最近你应该会有一些好事情要发生有一些好运，或是你身边有一个朋友，反正做一些事情成功了那我觉得比较接近你。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心想事成的感觉，好像你最近做什么都很顺那就表示这个爱情差不多要进，因为你最近的附近的能量已经聚集了。那无疑的。以现在的节奏，你现在生活的节奏没有捷径，也没有绕路的节奏，你现在就过着你现在的生活，跟朋友想去朋友想，自由自在的做任何事，就照你自己的节奏就好了他会慢慢的把你带领到那一个见面的场合，因为这里的能量都很顺，而且这边有偷偷说一个东西最近如果有多年不见的朋友的邀约或是见面，赶快去。不一定是带来爱情但是我觉得有带来爱情，它有带来一个你需要进去的朋友圈、人际关系圈，即便认识3个人、2个人都 OK， 你必须要去认识的这个圈子、了解的圈子，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它甚至有可能会让你直接进入遇到这一个人的新的朋友圈子里。这个能量、这个讯息很强。而且是在一个生活里面非常平淡的相处里面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特别的约会，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跟朋友的见面的约会。它有可能是你只是约好 A 跟 A 见面，就 A 带了 B 来，又带了 C 来这样子，然后你会意外的遇到了或产生那个新的朋友圈。但是我觉得不会在这样子的见面里面遇到这个人，他是会扩张到别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在另外一个事件里面遇到那个人。因为我觉得你遇到那个人的场合的丰富性更高，人的声音很多不少，因为他有这一个权杖皇后的能量，成为一个最明确的随机点，然后它又是能量很大的，所以它必须是用来包装很多其他能量的进入的。那它这个场合共享了很多人的自我意识的进入，但是地点是随机的。然后这个位置很有发芽的能量，丢什么种子就发什么芽，所以它是充满爱的位置，接收所有人的爱情，跟有人的爱，各种爱，有爱、世界的爱、博爱这种爱，然后发芽出各种不同的东西，而你们的爱情就在里面，因着你们的能量现在非常饱满的时候，发芽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会这样子连续到那里。那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线能量已经在帮你们牵线了，也就是说，有其他人的思维跟各方面可能会在那一个你们最接近的时候，会拉你们2个进来认识。突然有那一个，我觉得有这个线，有一个很细微的小小能量正在跟着你们2个不明显，很软，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讯息，但是我在跟着你们，在你们2个最接近的时候，会把你们拉拢在一起。那整个能量里面的缺陷就是你们无法靠自己发现彼此，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现，而且非常明确，在不同的路径上都有你们的能量已经意识到彼此在附近，但是你们的肉身的眼界、眼睛、心灵自己的有意识的状态无法发现彼此，能量都不够。你们的有意识的状态有让你们彼此靠近，但是没有发现彼此的眼界、眼睛。
没有。那你们中间一些非常强烈的阻碍是太吵了，你们遇见的那个场合里面太吵了，太多人的声音了。其实有很多的干预跟干涉，让你们没办法注意到彼此。这个是你们两个中间的罩门跟界限。但还好，其他的能量有串出你们相遇的，尤其近期你要遇到这个人，跟你的老朋友、老同学、旧回忆里的人很有关系。好，而且这个不是一个遥望的星空的指引方向的星，而是扎扎实实在旁边你拖着你去遇到这一个人的能量。哦，有。好，那这个提议就是，如果有同学会或什么老朋友要去见面，都赶快去，把那个能量扩张起来，让他寻找到连接到对的那一个人哦。好，这里就没有问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更深层的讯息哦。我看一下这个，我就看这两个，因为这两个点我很在意哦。他们说，对他们说前面的跟老朋友的见面是一个过渡，是必须形成的过渡哈，需要有的一个能量的过渡，然后他才能够把后面想要完成的事情，把各种的能量都聚集好，才会去显化你们的遇见哈。这里有说这是一个过渡与完成哈。来，这里的话，我会认为，不是我认为，他认为也认为这个相遇跟你们两个遇见前面的前置作业，去跟朋友见面、老朋友见面，是一个已经写好的篇章。那个篇章是固定好的，要经历，然后过渡，两个都讲的差不多啦，只是他讲的一种性质不同哈。他讲的比较像是说，需要或是已经写好的篇章要这个流程。那这里比较像是说，可能这个流程没那么快，所以他以过渡来形容。他可能不止一次，他可能好几次，是这个意思哈。他不会只是一次，但是遇见老朋友，被动的、主动的都算哦，都算。它有一个流动。那上下的路是打死的，所以我就没有讲哈，因为我觉得上面跟下面有说，其实你们都有蛮好的同步率，让你们在类似的地方却没有遇见啦。可能这个时间想要去东边的市集或 shopping mall 去购物，都在同一栋大楼，都在同一区500公尺内，可是不认识，所以没有遇见的可能，差不多都有一种，你看这两张牌都有一种无法听觉、无法看到、走在反方向、抛弃、能量感受不到，这种都一直在有动静，有可能，有路径，有心情有欲望，但是没有遇到。这里简略的新思考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里有一扇门哈，我觉得你们相遇的中间这里有一扇门，从这里到这里好像是这个位置有一扇门哈。我来用抽的来看一下这一扇门的形象是什么啊？来看看牌面给的那一扇门的形象是什么？好，来，好，这张，哦，就出现了，有时候就这么美妙哈，它就是其实就出现了，那就跟我刚刚的意念还蛮接近的哈。就是你们慢慢通往前面见面的那前面有一扇帮你们受祝福的门会打开，路径在涨降哈。意念上大概是这样，你可以投射出很多你的心情，然后让你有一个念想，让你有一个想象的方向哈，不要在虚空的画面里不知道在想象什么哈，大概是这样。好，来，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你们两个灵魂的方向哈，我们快速的检视就好了。来，好。一样，两个是孕育很久、等待很久的两个能量了哈。这一次的相遇，在你们灵魂所认知的宇宙里面，终于遇见了，终于要遇见了。你们对于未来的方向，对于想要渴求的幸福的方向，未来生活的叫做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相处，什么是跟别人在一起，什么是家，各方面
是非常契合，同步率非常高哈。你们对于幸福的感受是差不多的东西，你们会对差不多的东西有雷同的感动哦，雷同的感动。那你们还是一样处在两种完全不同元素、不同内在的人的相遇了哈，所以互补性好有完美的互补，所以你们真的是差异的很有差异的人，但是不成为问题哈。你们只要相处在一起，很多东西都能修正哦，强弱互补的能力很好你们其实从整个路径上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是你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受到相同的赞赏、相同的喜爱，你们有差不多的人缘。其实你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就很好。其实这里有说，你们没有一定要遇见才会过得更好，没有。你们发展自己的故事线都能够发展得很好，可是现在却告诉你说，这里有一种好像已经期待跟错过很久的灵魂上面的欲望期望，终于要被实践了好像你的灵魂在很遥远的宇宙的不同的象限里，早就已经遥望到这个人，你们有互相遥望到彼此，所以内心有一丁点的渴望，想要遇见看看这一个人，然后一丁点的像水滴一样，慢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能量，最后终究在最靠近的时候，还是把你们拉扯在一起好，你们的现实本质上的经历啊、个性啊，可能连星座的星盘各方面都还是非常不同。但还好啦，有很强烈的致命吸引力啦其实你们有很强烈的致命吸引力，你们的不同成为了你们最佳的吸引力的方针所以不是种阻碍。好。我跟你说，这边说了这个，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产生某种困惑，这个困惑在我们上一组牌就讲了，就是怎么会是这个人？这个人跟我太不一样了，可是我又被这个人很多的不同跟相应处完美的吸引，然后这个人的那一种美好的感觉会触发你以前爱情的一种不好的回忆，但是我觉得你不会害怕，因为眼前的这个人跟你以前所遇到的人的整个形象各方面都完全不同，你会知道这个是新的局面，因为我跟你说，一开始上一组牌就已经开了一个门嘛，一开始就有一个新的门的开，所以你虽然会有那一种困扰，你虽然会回忆到以前的感觉，可是你心里不害怕，因为你知道这是完全新的局面，这个人带来一个全新的背景、个性各方面，只是那个爱情的感觉很相似，所以会让你些微的困扰逆向嘛，所以是些微的困扰，没有很强大好，今天忘了读这个位置，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你就期待一下。我觉得融合的能量很强，融合的能量很强，但是差异也够大差异也很大来，这个是我多翻的我没有提问，那是多翻。我看到给他说你们两个的爱的存在跟持续性在于无限的理解，从无限的理解跟挖掘无限的无知之中理解，所以这里又加强了一次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一种，我觉得以现实条件上来的差异啦。所谓现实条件上来说，就是摆脱灵魂嘛，就是说你们的工作不同，你们也不理解彼此的工作，你们来自不同的家庭结构，所以你不理解彼此的家庭结构里面的幸福，懂吗？然后可能你们的学生时代所经历到的幸福跟坏事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只能理解而不能体谅或体会，所以你们会在这种差异之间才会惊讶说为何我会喜欢这个人。可是在这里看得出来说生活上有所补缺，内在的缺失有互相补缺，你获得的幸福对方没有，相互的能够分享，但是体会的慢，但是能够理解这世界上有不同的象限的不同的区域的人在受不同的苦跟享有不同的快乐，在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分享，所以你们内在有在期待一个完美的人，可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期待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是这样子，他这边会出现所以你要在遇到他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这是一个新视野、新世界，然后你们才能够往新的未来去。但是这边并没有说你们往新的未来去是创造一个你们两个的独有的世界，还是只是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没有说，这边没有说，只是要往后走才会知道。那整个旅程上啊，配合度上，你们是很有独立性的，很有个人照顾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你们不会互相依赖彼此，反而是有互相支援的，所以就还能够支援的不错的一组好，来，那时间点翻两个时间点，你们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会不会相遇我不知道，但我两个时间点能量最接近好，每次要转到比较某个我觉得时间历法的角度的时候，我就要想一下，这个就10月中，睡嘴了以上好来。
这里应该就比较到3月中之后，以我看牌的时间有点近哦，你感觉一下哈。好，再来我们给你3张动物灵卡，给你一个方向感哈，不是方向感啦，给你一些生活上的3个小建议哈。能量不强，但是都算是一个短暂的建议哈，你可以当成是每日建议这样哈。好，38是，这张牌讲说最近可能桃花还不错，可能会有一些小恋情，或是有小粉丝会喜欢你，跟你小小的告白说喜欢你哈，但是强度不强，也没有到要定关系的告白或喜欢，就是一种人缘不错、桃花不错的一个状态哈，享受一下哈，享受被别人喜欢哈，最近哈。再来，你最近有一些领袖气质要出现了哈，所以你最近喜欢做什么事，要约大家，或者公司要决定一些事情，就尽量的表达哦。最近你的魅力各方面会展现出来，别人认同你的机会也比较高哦，机会比较高。那这里在说，如果你最近有遇到一些坏事或是挫折哈，被打击负面的能量，这个是非常好的反省机会，因为他在提醒你最近你有一些不自觉的缺失，你没有注意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机会，而且这一次的反省能够找到一种有影响力，对你的人生新的阶段或是新的方向有影响力的感受，会改变你的决定。所以最近特别想要反省自己的话，就去这一个反省对你会有非常大的回馈跟回应。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好，那你期待一下，这组牌的契合度蛮高的，只是整个流程上面并没有那么顺哈，它有一些转折，但是我觉得照能量的讯息穿越来说，就像这里讲的，就只是一个小说的章节，一定要读完才会到下一篇。好，来，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卡的朋友哈，这是你们选的牌卡哈。好，来。那我们一样，今天的题目是你跟宇宙女神的能量爆发了哈，你跟宇宙下定的新恋人已经抵达哈，女神祝福女神能量祝福哈，我们一样哈，从比较大的时间区块里面来捕捉你们爱情的一个发展哈。过去、现在、未来，相遇之前、相遇的过程中、确定感情之后，3个阶段，看它掉落的点落在哪一个区块里面的趋势跟情境的解说哈，让你知道你在追寻的是什么，等待的是什么。这张有了，金星的能量先出一开始就无法错过这个人的出现。这边有非常强烈的讯息，是在你们遇见一出现的时候，非常难以错过了。能量的连接很多，都非常强，非常强劲哈。我觉得，因为我在思索一件事情，这一组有给我非常强烈的一种极高的连续巧合的遇见。所以你们有可能在遇见之前，已经在别处已经遇见了，或以一种比较陌生人的关系遇见，有可能他没有这组浪漫值偏高，我一直觉得这一组风能量所带来的灵巧性跟变化性极高，超越了我本来对于这一组牌所带来的东西。所以我说，你们有非常极高的连续的巧合，会造成你们的遇见是。你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都是不连贯的，然后可是每一个决定都影响了你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跟能量的发展，所以在这个蜘蛛网路底下串联出一个很奇妙的相遇，而你们相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我已经在哪里遇见过你了耶，这种比较极端浪漫主义的状态，或是你曾经跟你的朋友出去，然后他跟他的朋友出去，已经在路上已经遇见，可是没有很深刻的遇到。可是即使你们中间有真正相遇跟深深相认识的人，然后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把你们2个约起来，或者某一个活动约到一起，然后你们又遇见，然后才发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遇见跟真正的聊天这样。然后在那一次的时候，能量就会澎湃起来。所以等一下再往下翻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会翻出来是你们已经遇见了。有极高的几率是已经遇见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去往下挖掘，为何时间还没到没关系。那这个初始能量非常好而且它有一个正负能量的交换你们很容易在能量比较偏低的时候遇见，很奇妙吧？
因为它这一组路径就是这样，它有一个需要依赖暗力量才会上升的能量，负力量、暗力量才有办法上升的一种气流，就是你们往上吹上天的那个气流是属于暗的气流。这一组有这个讯号哈，所以它很有可能在你们通常心情或能量比较低，不一定是你心情比较差，就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会有可能会遇见，或是在比较接近的场合，但是你们有可能不遇见、不认识了。好，有这个讯息。来，我们再看其他的。很特别，我很少在水星能量发现到这一个哦。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会被彼此非常爱自己的能量、自爱、自重、为自己为核心的能量所互相吸引，但是情绪上并没有对抗，两个人情绪上、能量上并没有对抗，反而很喜欢对方一直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说话态度、说话方向、造句各方面，可是没有表现出来，反而表现出一种反抗性，因为你们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跟自己独立可是不会这么快的就配合对方的对话，融合对方的对话，融合对方的概念，不会投其所好，不会讨好，反而加强了一种对抗性。这是你们两个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一种趣味，而不是一种负面的能量下降。你们两个都感受到这个，而且非常喜欢流连忘返。这说用流连忘返有点奇妙，但是就是难以忘怀哦，很在意，会很在意。所以你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没有那么浪漫，但是有建立出某种很奇妙的关系哦。好，来，我们再往下看。诶，我怎么是翻这个？好，他翻了就翻了。好，果然哈，这组你们遇见的时候，那一种别有一番风味的感觉有出现。甚至有比较肤浅的话，就是遇到这个人，觉得说，你会跟你朋友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这个人怎么那么另类哦，比较收敛的说法，这个人怎么那么怪，怎么那么不合群，怎么那么话不投机，有类似这样，可是都不是负面感，就觉得很奇妙，奇妙的感觉偏多，因为你们两个中间一相遇的时候，你们的善跟爱的能量就融合了在这里，然后那个讨厌的讯息完全不出来，出不来。从很硬的、理智的、严厉的要求的各种比较矮版的能量上面的诠释是说，你们硬生生的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全新的敌人、全新的对手、全新的角色，然后好奇心突然就起来，然后很想知道这人到底是什么，但你们并不知道这个其实是从爱情的感受上去出发的。好，这一个路径路程已经从爱的方式就出发了，这个金星能量就在这里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才说你们这一组是靠连续的巧合遇见的，是因为如果你们靠自己的能量的领导指引去直奔到对方一对齐的概念去直奔，没有这条路径，我觉得没有这条路。你们像是一颗，譬如说你去商店买了一个弹跳球嘛，买一颗10块，然后你就在地上乱丢，它会乱弹，弹的无极限的乱弹的那一种。你们是靠这样子的无限巧合里面相撞的2颗弹跳球。那为何你们会遇见？因为你们现在所在的领域空间范围里，你们出不去，已经被照亮了哈。那为何出不去？因为这是你们的随机的选择里面所创造的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是一个你们看不到的固定的模式。它必须要你们认真思考才知道说，原来你生活在某种固定的模式。你们两个类似的固定的模式在同一个范围里面，所以你们遇见的几率有很大。什么叫固定的模式？就生活的节奏感很像啊，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去上班，什么时候吃午餐，什么时候下班，然后什么时候去运动，这样子1到5、6跟日不同。固定跟朋友约朋友要跟你约吃饭，你都会只约固定的时间，只会留那个时间。然后如果要替换别的时间，就只是别的固定的时间的替换，这样子。你们有一种固定的节奏感，不想打破。你说那是习惯吗？我觉得那是你随机定下来的。
随机定下来。你觉得你过得很自在，你觉得你过得很自然、很随意，但是其实都有一个很长远的固定。也许一个礼拜没有固定，但是你回顾到一个月的话，这整个一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能你没有察觉。你们两个现在就在这种固定的模式里面做搭配，做巧合。我觉得这一组巧合的讯息很大。我到现在还在找为何我在第一张牌翻开的时候那个巧合的感觉很强，我还在找，但其实我没有找到，但是这个直觉很强，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这整个核心概念里，因为我错过不了哦。然后你们遇到之后，对彼此的好奇心跟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到底是什么感觉的意念很强，所以也就是说对彼此的在意很强。你时常在跟朋友对话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人，想要去跟他创造新的对话、新的互动，这样。所以你很有可能会去看他的版面啊，不管是社群的朋友的，你会去看一看他在做什么。虽然连结很弱，但是每一次都印象深刻，跟你去看其他人有落差。你跟你的朋友即便对话的时候，你也没有些印象深刻，可是你去看他的线动或是看他的朋友，你就会极高的印象深刻就留住了。可是会慢慢的渐弱。当你们越来越离越远的时候，这感觉就会渐弱。我现在讲的是你们相遇认识之后的一个状况哦。那遇见之前就只有随机的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在同一个场合，然后遇到，也非常有可能你们会已经以一个陌生人的方式遇到了。好可能去买东西的前后，你先付钱，他才付钱。可能搭车这样子，可是没有交集。可是你们遇见的时候，不会对外在的形象有一个很强烈的陌生感。这里有不会，这里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很奇妙的细腻的黏腻状态，没有产生陌生感哈。一直这边、这里跟这里都有，这边也有，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底下的一种像蜘蛛丝一样的小小的很难发现的一个东西，在帮你们两个做牵连，没有那一条丝的长度固定，没有缩短，也没有变长，一直让你们两个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连接，然后这真的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有的巧合，而是你们在做了很多类似的决定之后，把你们推到同一个时间块去，同一个区域里面，而且那一个区域里面是被我该怎么说呢？是被一种所有的生灵、灵魂、动物都在那里觉醒的一个地区，所以它会觉醒了嘛？觉醒了你们两个相遇的能量，跟意识到彼此是有爱的能量的那一个领域里，现在就在那个领域里而已。所以一直反复的遇见，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差不多要到了，就时间上的问题。好，这里大概看到一个大趋势，就这样哈。那一样，这组落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点，就是可能就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要探索比较多时间上的问题哈。来，我们来看下一组牌哈。来到下一组牌之前，我们最近先来，我来思索一下哈。我觉得有一个门是通往，当你们两个通往到这一个一直随机遇见的这个场合里面有一扇门哈，就是通往这一个重要的篇章的一扇门。我感觉一下，应该是它蛮像被推进去、掉进去的。被推进去、掉进去的，好，不是你们行走的，好像就流着流着就掉进去的，所以它应该就是水比较多水能量的牌面吧。好，我记得有一张牌很相似哈，这个是云的，这是太大，我觉得比较像这个哈，就是掉落。但是我刚刚看到，这组牌也蛮像的哈。其实我觉得这张牌也蛮像的，掉到了一个门。其实这三张牌都蛮像的，都像是你们滑行到一个然后就掉落但是这张牌其实我觉得感觉还蛮强，它比较像是一个水面然后掉落，但它又像星空，所以你不知道这一个位置它后面是一个悬崖瀑布什么的，我总觉得会有瀑布，所以我觉得这一张牌是最符合，因为我觉得它一个你们从这里这样掉落下来到一个新的领域的状态，这个是在云上的啦，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漂浮，所以我选这张哈。我觉得这张
它更像是你们的状态哈。你们从了很多的冒险哈，在一个非常大的丛林里面，然后经过了各种的选择，穿越了不同的丛林里面的冒险，然后终究到了这个瀑布的时候，然后就掉落到了同一个富饶之地，灵魂各方面都要进入一个觉醒的状态。我觉得你们比较像这个牌面哈，但是你也可以从我的形容里面去想象一个别的路径哈，都可以哦。好，来，那我们来翻一下你们两个现在的这个状况哈。来，终究还是要翻第一张牌，你们已经遇到了吗？但是这个遇到，我想要让它包括在你们是以陌生人的方式遇到了吗？可是上一组牌，我却说你们应该已经遇到了，对吧？好，那就有可以看他探究到多深的深度。好，这边说，这边非常接近你们已经遇到，但你们不知道彼此是谁。这张非常接近的，而且遇到的次数还不少，还是以一个陌生的人的方式在范围里哈。没关系，我再看一下他能不能确定到多少。你们还在附近游荡，还在往同一个方向去，那个方向就是你们相见，真的意识到彼此是谁的那一个方向去，还在往那里走，然后有一个不错的能量在推出到你们，你们附近一直都有一些非常随机的能量在让你们遇到，可是就是真的没有认识。这3张牌都讲了一样的事情，可是你们心中都有一种希望赶快遇到新恋人的期待，这次你们两个都目前都在许的一个心愿都有，他在指引你们两个遇见，好可惜哦，这边我觉得你们没有很强的以陌生人的状态遇到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讯息出来。你们的眼睛中间没有搭桥，你们的眼睛没有凝视，或是真正的观察到眼前的这个人，只把他当成是一个 NPC， 一个路过的人，不会认真的去看这个人。目前你们前面的遇到都是这样，所以你们会发现，你们真的认识之后，你们会发现你们之前有遇过。我看过你耶，大概有这个句子会跑出来。这讯息还蛮巧的。你们底下所带的好能量还蛮多的，是可成显化、可心想事成的能量哎哈。好，来我们再继续往这。好，我先说这里说哈。目前还在很远的距离，所以到你们真正认识的还在很远的距离，因为你们现在还在走自己的路，还在走自己的方向哈，还没有同步，还只是在这个范围里，但是还没有同步。那会有一个介质，会有一个帮你们连接起来的能量会出现，它会搭配着你们本来底下就连接的我刚说的蜘蛛丝那样有，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介入的介质会把你们连接在。这事情没有说，但是有那一个人或事情。没关系，我把它翻出来。这里很模糊，它没有真的明确的说是人还是事情，但是有那一个连接。好，那个特别的事情有要发生，是人吗？不是，是附近的跟你蛮好的人，人对，蛮好的。为什么我在踌躇？不是难以选择是不是人？因为他这边在讲是这个跟你对你来说蛮重要的感情，会成为那个搭桥的，而且在非常靠近你的范围里。所以这一题还蛮仰赖那一个事情，你们两个已经在很近的距离，但是没有办法遇见，很长啦，这个讯息非常长啦哈，非常常出现哈。对，这张牌就已经就说了，以特别重要的事情、稀罕的事情，就是有那个事情哈，仰赖了另外一个故事线，发生了某件新的 idea，譬如说我刚刚说的，创造一个约会，创造一个事件，创造一个不期而遇的见面。就像我说的，他可能约你，就他带了别的朋友来，那没有跟你说，或者他约你，就他的朋友突然要来找他，然后呢就一起坐下来了，是这样子的。你们这一组在绝对的巧合跟邂逅、偶遇的能量上，用非常大的火能量在支持，所以你们非常仰赖其他人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偶然。这一组非常需要这个。
那时间点只要爆发，你们两个的吸引力就会出现。也就是说，你们只要遇到，意识到眼前是个人，而不是个陌生人或路过的路人，是个你该认识的人、该理解的人、该知道的人，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什么身份、从哪里来，他是谁的朋友，这种关系出现之后，你们两个的互相的吸引力才会开始爆发。但是必须说，以这张来作为一种指标跟指引性来说，他告诉说，你们现在还很远，你们现在还很远。好，然后以现在来说，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说，因为能量应该有看到彼此，可是能量的连接跟牵动来说很弱，水能量很弱，细水长流小溪这样子听得到水声音，可是不知道水哪里来的那种很弱的感觉。哦，那这里虽然水能量很爆发，需要靠其他人的水能量，或是你旁边很重要的感情去做一个牵线，可是这里却说，如果没有人带领你们去认识的话，也只是空有一滩水没有使用，空一个好能量没有使用。也就是说，有可能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去一个酒吧喝酒，其实都在附近，可是没有那个牵线的人就没有认识。可是还好，牵线的能量有出来哦，它已经在缓缓的有出现哈、哦，所以只要你们两个很靠近，就一定会认识，我觉得就一定会认识了，没有必要在这些能量都出现的时候告诉我说，其实没有要认识，因为这都不是阻碍的牌，这都是吸引力的牌，这都是一个关键点，都已经到了那个分界线，它就是要发生那一件事情呢、哦，很常出现这个了，我们要习惯，就是非常多的状况，我都告诉你们说，尽量去跟朋友见面哦，因为以他人的能量去认识到这个人是非常常见的、非常频繁的、非常易见的，所以你要多跟朋友出去，这个能量才会靠近你，你们才会看到彼此。哦，要像这一组已经偏向非常偶然的，会以陌生人的角度在街上遇见的，像电影集般、童话式般的那个都非常罕见的，这一组还很接近了，但是我都还不支持说只依赖那一个方式。好，所以我会去帮你挖掘说，应该还有别的偶然的事件是比较具体的、比较现实的、比较务实的。譬如说跟朋友出去见面的时候，可是这个朋友只会帮你创造出更多的巧合。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个情况我也遇过啊。像平常我在跟一个朋友去做我们自己的对谈，自己的互相的智慧的分享的时候，然后他也没有说他等一下有叫谁来啊，他也没有先跟我说啊，然后人就来了，然后就坐下了，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后来又来了人，然后就坐下就认识了，谁知道几个月之后，坐下的另外两个人竟然成为了一对恋人，他们自己做了自己的联系啊，他们两个也没有在同一个时间被约定啊，他们两个就是随机的，就在当天问彼此在哪里，然后说在做什么，然后就说哦好，我去看你一下，就这样子的一个巧合里面就遇到就认识了啊。很多时候是这样，那差别在于哪里？有没有去？是不是？所以你很难预定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这边只能告诉你大概是这样子的模式。所以你非常接近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要敏感到，会不会是这一组给你的讯息来了？哦，那前面告诉你说你们两个非常很靠近，然后有很多的连续的巧合，这是因为你们在遇见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的生活感很近，你们的时间表很近，你们喜欢去的地方很像，所以未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去啊。就变成下次约会的时候，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话题，知道去哪里啊？很快的就会在第一时间达到什么？刚刚前面说的风能量的默契是这样子的，不然前面这个连续巧合一直讲那么多是没有意义的哦。你要知道讯息的掌握要从哪里来哦，所以这组我觉得没有问题，就差那一个时间点要出现，然后非常依赖他人去创造那个时间点，所以没关系，就尽量的去接触，尽量去接触，你会发现这个人就出现了哈。好，那从这个定义上来说，我们来去看一些更深的定义了，帮你看深一点哈。来，我觉得有一些，我这一次我找阻碍的位置翻哈。好，我觉得这两个位置好。首先这边说有些
对立的能量正在融合中，所以时间拖慢了一下哈，所以你们两个应该在彼此的能量结构上并不是完美契合的啦哈，应该说很有差异性，很有特色，对彼此来说都是很有特色的。所以在你们两个每次接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相似性，会把你们往后推，所以没有很好的遇见哈。可是在这个搭桥在遇见的时候，这边有说你们两个会进入一个新的模式，所以你们两个相处的模式可能会脱离你们原本的性格，你们会创造自己的相处模式。所以这个是算慎重的，这是两个不同能量的结合，所以这个算慎重的。所以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算是慎重的，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能量要非常好，环境各种能量都要非常好。好，但是应该结合的，这样说结合的会非常好，你们会有一种完全的新生的感觉，会有新生的感觉。好，来这里说，这边有说你们的交集点应该在于悲伤的事情的交换，会达到第一次的很强的心灵认同。哦，所以你们很有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某些心灵的低谷的状态的分享来达到彼此的认同，而不是一个欣喜的或者喜悦的状态的一个分享，是负能量的分享。这个很不错，所以你们的交集是以这个来的哦，把它抓住后这个特点哦。好，来，我们接下来直接看灵魂的部分，这里就这样没问题，就差遇见哈。来。这里我可以快一点翻就好了。哦，你们在宇宙的象限里，灵魂的位置是一种对抗型的灵魂。所以，当你们两个灵魂靠近的时候，都有一种相似的状态，很像是通缉的磁铁，总是会弹开。哦，在灵魂的距离来说，所以这一次的遇见确实是蛮慎重的，所以它非常符合这张牌，是两个对立二元性的能量的结合。你们的就是，所以这一次的遇见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前面才说你们为什么会很多连续的巧合在同一个时空，在很多巧合遇见却没有认识，就是因为你们像这一个能量遇见的时候会弹开哈。那可是我必须说，通常这样子的能量就表示说，你们还是被同一种东西所吸引，所以你们常常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做遇到和弹开，在某些契合度后，未来相处上面的融洽度，你们要慢慢的挖掘出来，因为你们终究还是被某一个方向跟喜欢的事情各方面所吸引。所以从这里已经偷偷说了一件事情，其实你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有类似，这个可能是让你们两个结合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点，你们过去所经历的一些悲伤的东西很相像，所以你会找到一种同理、同情、感受。我觉得你们感受世界的感觉也差不多。所以从这里，我大概可以用一种比喻来说，你们很像是两个国家的不同军队里面的同一个职位，可能都是军师哈，可能都是侦查或是攻守啊、射箭啊这样子的哈，或是一个分析师啊、分析员啊什么这些的，你们是同一个职位，所以你非常理解彼此。可是你们的能量上是对抗性的。可是在这边这次结合的时候，你们中间的寂寞、悲伤跟痛苦无法告诉别人的，结果这次终于找到了能聆听的人和瞬间能理解的人，而且还有感同身受的状态哈。那你们从你们的人生方向、想去的位置、梦想、角度、价值观很雷同，所以你们对于幸福的方向、未来想要成为怎么样、要怎么样跟别人交往、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家、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完美关系，这个部分很契合、很雷同，连不踏实的想象都很相像，所以你们可能会喜欢雷同的电影、相似的电影，因为你们的感动点很相像。我刚好像前面有讲过，你们的感动点很相像。那你们的工作可能无法配合，你们工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你们应该不会太谈工作上的，大概只相处或在一起之后，大概只会分享一下工作上的状态，但是很难理解，因为你们的擅长的东西应该是不同。那在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其实你们也会有很深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恋情，而且好像还可以创造出全新的路径。然后对于这一份新的关系的发展很受期待，但节奏偏慢。到这里还是节奏偏慢，它比较像是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彼此有所认同跟更大的缺少，你缺的他也缺，然后很难互相补齐，所以你们俩相处的时候，常常要互相支援。
然后可是擅长的东西又不同，可是又很喜欢在一起，很喜欢互相帮忙彼此，可是弱的地方也是很弱，没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你们的发展会慢慢的从朋友，然后到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才到更好，需要关系再升级，才会升级到爱情，这样会走得比较慢哦。因为你们的相处，我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很爱对方，可是好像很难为对方做出什么实质的帮忙跟更多的资源，只能陪伴，心灵的陪伴，这样哦。物质上的东西好像很难，可是要慢慢的往后走了哈。这个节奏比较特别，这节奏比较特别。虽然很喜欢，可是某种顾虑上，你们愿意慢慢的关系慢慢走就好了哈。不过我也觉得也不是爆发型的爱情能量啦。我觉得这边说的你们两个完全不同的能量的结合，也不会在一开始就结合啦哈。你们会慢慢的找到很多的共通点、契合点才绑住，就是说把你们两个绑住的这个绳结哈，缠绕的速度很慢，打结绳的方式也很慢，甚至还打了活结，没有打死结，然后慢慢的打，慢慢的打，才慢慢的发现说这结已经打不开了，是慢慢的哈，没有那么快。然后只是很好的，底下有很强的火能量一直在支撑这个关系的发展，不容易断掉。从遇到之后，好，记得哈，刚刚前面那组牌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旅程哈。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也就是说，从这张牌可以看出来说，你们这个对抗的灵魂哈，这是第一次的这么靠近，然后才发现你们是同一种人，可是你们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却发现自己是同一种人，同一种类型的人，同一种模型的人，可是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哦，差不多是这样，慢慢的就会发现。好，来，那差不多，来，我来。这一组没有新的门打开啦，所以我本来要翻门，我觉得我没有找到那个门哈，我觉得还是处在一种随机的，因为我觉得到处都有一些窗户或小门在打开，让你们乱窜哈，这比较像是一个迷宫式的状态，中间你们会在某一个点遇见，可是那个点还没有特定出来哈，所以要靠其他人的 idea 或是灵感跑出来之后，才会在这个迷宫里面喊出声音说两个人都往这里来，两个人都往这里来，他们追寻那个声音之后，然后在那边集合，这是一个直觉上的概念哈，所以要慢慢的再期待一下。好，来，我们来抓一下时间点哈。这个两个时间点就是你们两个最靠近的时间点啊，非常非常靠近的时间点。然后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抓在是有真正的真切的互动的时间点哈。来看一下天使历法给的两个时间点，做参考就好了，不要太依赖。不要太依赖的意思是不要在那个时间点才去找，你其他的时间点都应该要多跟朋友出去，把那个触角跟这个网子慢慢的编织起来。好，不要只依赖那个时间点，那个效果不强。好。当然啦，你们这一组很依赖绝对的偶然啦，效果应该会比其他的时间强，但是还是尽量广泛的跟朋友出去比较好。来，第一个时间点，7月底，来第二个时间点，掉出来了，好，9月中就这样，好，来你期待一下。好，那来看动物灵卡哈。动物灵给你们3张现阶段生活的一个小建议哈。这里说最近你内心有一些不错的力量，就是说你做事或做很多东西都还蛮有力道的，还蛮有效果的，尽情去发挥你的才能哈，尽情去发挥你想做的事情。最近大家会看到你的实力，大家会看到你真正能做什么哈，不会低估你。来，是这里在说，最近如果你想去接近一些幼稚的东西、好玩的东西，譬如说去迪士尼啊，哈，去环球影城，去一些比较可爱的地方，想要让自己回味一下小时候的那种娱乐的状态，不要被自己的年纪或成为大人这个东西做包袱的，尽情去，这是你的正能量补充的一个强而有力的电池获取处哈，快去快去哦，来，好，再来这里，有一个 verse。这里好像在说有一些你之前努力的小小的梦想、小小的心愿，最近有一些收获要回来咯。该给你的东西，你应得的东西正在回来的路上，然后你期待一下哈。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2号牌很特别哦。虽然我也是时常翻到这种非常仰赖随机
事件的，也是非常常发生了但是今天这组，我觉得你们算是非常靠近，却一直没有遇见，而且在附近的频率还非常高。我觉得当你们真的认识之后，你会发现说，你们甚至随时随地都能约在一起吃个饭，因为你们很近，节奏感、时间感都很近你们其实有一种无障碍的感觉，但是必须要到了那个真正认识之后才会发现好，那就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我觉得我还蛮希望看到后面到底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的好，那就这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卡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神的祝福你跟宇宙下定的新恋人已经抵达这蛮长的，我再想想看怎么简化这个题目。好，那不啰嗦，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整个时间长河就是你们相遇之前、相遇的交往相处过程，还有未来如果定下确定关系之后的发展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爱情能量的发展跟区块，它的趋势掉落在哪一个区间然后趋势的意义跟性质讲的着重在哪一个部分。来，我们先把金星能量拉出来这张哇，很少的金星能量，其实这张非常符合金星能量要出现了我只能说你们彼此有致命的吸引力，从外在到内在。内在我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这组在这里应该算是有了然后你们很有表面上一见钟情的可能，在还没有谈心谈到内在的时候，就有一见钟情的可能。为什么说可能？就是因为它还复合了非常多的感觉啦非常复合非常多的感觉。那我思考一下这个路径这组你们遇到的时候，应该火能量会爆发，因为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往未来冲刺的一种全新的生命力会起来，所以你们的交谈各方面，我觉得不是从一种非常有共识，或是很雷同，或是很相似的一种默契上面产生的一种吸引力，而是一种觉得彼此都太特别了，太特别了。明明这么特别，明明这么不同，来自不同的位置，来自不同的语言。我不是说英文、中文这种语言，我是说语言模组、对话风格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角度来去契合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那一个状况，所以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就是我好像不熟悉这个人，可是为什么我这么想要靠近这个人，想要了解他更多？他讲的东西我都没有听过，他讲的东西我都好好奇然后也没有排斥感。你们会用这个状况来去做第一次相处，两个人都有那它连接了某种你们心里所向往的某种幻觉式的恋人的状况，可是却具体的呈现在眼前，所以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像幻觉又真实的存在。因为这里土能量还蛮强的，它是扎扎实实在你面前，而且是可行的人，他也不梦幻，可是又觉得在以前的自己却觉得说我怎么样也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次遇到的时候，两个人的连结我觉得就会非常强，而且这个强的感觉是，你们甚至会有连续好几天都约，一起出去玩，一起去吃东西或什么，你们会想要黏腻在一起，有很多的谈话，很想要去创造很多东西，然后去很多可以去的地方，去哪里旅行，不是就当天来回的这样，你们想很多的对话，这样黏腻的速度很快，那甚至也有可能很快就介绍给朋友。闪电的速度还蛮快的，这个节奏我们要再看后面的节奏，有可能会拉慢因为我觉得这个起点的节奏有点太快。但我感受到的是，你们是直直的遇见，它没有什么巧合或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就是在两个能量很相近的时候就对齐直直的遇见目前感觉到是这个，那就往后翻的确，你们在心里的渴望跟向往，跟真的是跟宇宙下订单许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在下的时候，这个门就打开了，就直接有一点点就是心想事成，让你们相遇。有点像是譬如说我跟宇宙跟神讲说，神的回应就是好，来我来把他找给你。
很快的就答应。那你会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因为我相信都是一个好能量的交换。你之前一定有非常善良的对他人或什么的，才会给你这个好能量的回来哦，不会无中生有，一定是。我都会相信，一定是你的正能量给你的善意饱满了，然后你在某种低落的低谷或什么的时候，用一种很悲伤的想心说：为什么都没有给我？我好想需要什么的，然后神就答应了，或是宇宙的力量就答应了，或是宇宙的能量就回应你了，有适合的，而且这个期望够明确，所以找到了，会有这样。这张牌给的是一种脱胎换骨哦。离开了地面，往宇宙去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一扇门，找到了那一个上升了，跳到空中去把星星抓下来了的讯息有哈。我相信你们可能在某一个意念非常强的时候，就不小心的许了这个愿望，有可能哦，在你没有意识的时候就这样哦，所以这个意念被很纯净的、很 pure 的被接住了哦。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些后面的。哦，有趣。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会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遇到，然后你会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懂，为什么会被这个深深的被这样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各方面所深深的吸引？这边说了，其实他在一开始与你遇见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耳目一新，或是有一种惊讶的感觉。甚至你会对于自己为何对他有感觉这件事情也有惊讶的感觉，你自己也吓了一跳，你为什么在原本你所定义的爱情里面不会遇到的人，怎么这次遇到了？哦，而且非常有感觉。然后我先说，你们的不同在好多地方都出现，这里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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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都有所谓的不同的结合。这边有一半，你们的遇见，我不能说其实你们是不会相见，我觉得你们在某种能量的对齐来说，你们遥望彼此蛮久的，而且有路径，慢慢走到彼此身边。然后走到彼此身边，并不是因为想要走到彼此身边，而是走到彼此身边之后，才发现你们的灵魂在对望。你们可能个性啊、星座各方面可能看起来在不合，好像有冲刺，来自两种不同的朋友圈、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学问、不同的工作环境，反正就是很不同。这里一直有一种很不同的表面，可是也因为这个不同，才有一种耳目一新的吸引力。其实主要是你们内在的灵魂有互相吸引到。其实你们真正应该着重的是你们的谈话，而不是表面。虽然表面上就已经很喜欢了，可是你们应该要着重在你们内心的交流跟内在的交换。其实你们内在的东西才是真正让你们两个绑住分不开的东西。但是必须说，无论是内在或什么，也没有那个相似性，而是极大的不同。有一种崩坏的感觉，你甚至连在心里都会觉得，我必须说，你非常常常会问自己说，我怎么会喜欢他？完全不在预期中，也因为这样子，才有想要去往下挖下去探究到底为什么的感觉，彼此都有。那你们彼此间有一种全新的旅程、全新的挑战的概念，有慢慢的出现，没有一开始出现，它是慢慢的出现，慢慢的意识到你现在所在面对的是什么全新、全然不同的爱情，跟你之前的爱情经历有这么大的不同。那它的不同比较在于说，你没有跟这个人相处的对策，没有这个经验。他很多东西都让你感到惊讶，你也是啦。我现在讲的都是互相的，没有说只是你他对你哈。可是两个人却都会在这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里面，却觉得难能可贵，觉得非常特别。然后你们会连续的、高频率的一直有这个感觉出现。然后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小小受挫，有哦，他不是全然都开心的，有时候小小受挫，有时候小小觉得说，我讲的话他是不是听不懂啊？可是要知道，你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吸到，那会不会有一些扣分跟阻碍呢？我觉得没有了，没有太多了哈。我觉得你们的正能量都很强，你们的包容心也都不错，不太计较，这一组不太计较哈，反而是好奇，
跟已经知道这一个是全新的局面的概念，已经深植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跟一开始就出现了。所以必须说，你们两个虽然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会常常约出去见面，要多聊天，可是你们心里还是有小小的一种有距离感，灵魂还是没有互相拥抱在一起或黏腻在一起，没有，还是有一个距离感。那个距离感会持续非常久，然后会慢慢的淡忘，成为某种不重要的场合一个所在。为何不重要？因为有更多、更大、更幸福、更好的事情，早就超越了这一份距离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们有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灵魂会找到别种相处的方法，你们会有自己全新的相处的方法。毕竟这一次这样看起来，这个两个灵魂的相遇，也可以算是长久以来第一次的遇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陌生感很强，可是融合的很好，在你们已有现有的条件里面，背景条件里面，你们融合的非常好。好，但是在某种想要加快脚步，或是想要感情更好的这种欲望里、节奏里就偏慢了，没有那么快。因为刚刚我说你们灵魂的距离一直有一个距离感觉一直都在，所以其实你们的感情的浓度的进化进展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快。也许前面快了一点，可是后面就慢慢的偏慢的慢慢走，要走到确定关系，或是早就确定关系了，然后感情要浓厚，节奏是偏慢的。我必须老实说，节奏是偏慢的哈。所以你们可能会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处在一种温和的关系里面，稳稳定定的温和的相处。它也不一定是立刻确定关系，只是就是你们以朋友的关系或者好朋友的关系，时常聊天谈心的朋友关系，这个会慢慢的走。那没有说世界慢慢的走，还走到确定关系，有可能是先确定关系，再慢慢的往下走到更浓密的状态，也有可能反正节奏上是偏慢的。好，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个爱情的门就开了啦。开得蛮快的，那个感觉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好，来看下面更仔细的内容不过这里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我感觉一下，你们这一段我刚说那一个门开了，大概让你们意会一下这个门。我觉得这个门是很扎实的，很生活的门我这里还是没有很生活的门啦，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扇开门去一个地方把门打开，然后发现彼此就在眼前，发现彼此就在那里，会从一种比较淡淡的关系相处里面出现。我看一下，看看有没有比较符合我的这个蛮符合的这一组蛮符合的，它就是慢慢的走进了那一道门里的确，我觉得这一组的一种原始状态比较像。它很像你们就不自觉的就走进去了这一个，它比较像是它这个比较像是洞穴里面的门它就是慢慢的就打开了一个门，从暗处打开到亮的地方。你们这组比较像这个虽然它把它绘制的好像是地底或什么，可是我觉得差不多，你可以把场景改成这样子然后下面这个门慢慢的打开，这样安安静静的就走到彼此身边了我觉得你们蛮像这一个部分的好，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生活真实的那一面好，来，首先我们还是一样来翻一下你们两个现在的现况。好，我们先来翻第一章，就是你们已经遇到了吗？这个都是一定要先知道的。好。这张亮了，好来这张我不会说遇到，但也快了。通常这张就是也快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快的节奏，太特别了，真的是也快了你们附近还有一些很干扰的风，就是其他人的事情哇，好，我先放到这里，因为我觉得这里先处理。你们应该目前在。有对齐，对于要去的那个位置有对齐，你们已经有走到相遇的地方了，有确定的地方，有确定的事件，有确定的人，反正有那个方向，但是还没有什么时间点被打散了。还有这里出现了海市蜃楼，所以我必须要去跟你整理一下，就是可能有那个时间点，可是
不过那个时间点跟你们见面的东西还在有所变动。可是我比较支持，确实是有，只是中间会有一些阻碍，让已经约定好的见面有可能会变卦，只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已经有你们见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直冲的能量已经接近落地，就像这张牌一样，它可能是一个彗星、流星，天上什么东西要掉下来，就已经接近落地。可是要落地前，狂风暴雨，有点像飞机降落，结果发现下去云层以下之后，才发现说下面是下大雨的，不好降落，需要盘旋，可能有需要盘旋的必要。现在是处在这个状况里。好，因为这两个能量很强，它们本身不强，可是它所带来的内在性质是强的。哦，正负能量的交换，我觉得它是强的，所以不容易降落，但是要降落了，差不多是这个状态。所以我才会说，有要见面的场合，已经有目的地了，但是没有时间，因为不确定哪个时间才会真的降落。然后有幻觉，有海市蜃楼，再让这件事情可能有变卦。哦，大概是这样，目前方向是这样哈。来，我再看一些比较更细的。干扰的东西真的蛮多的，而且现在整个要降落遇到的那个能量调和的也不好哦。我跟你说，现在你们两个身边都有太多他人的事情要处理了，他人的感情、他人的困扰哦，都是你被动的需要帮忙的或处理，都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哦，都是出于一种你对其他人的关心所造成的一种困扰。那这些东西有一点点打乱你们，或是会影响你们相遇的时间，然后你们的朋友圈的注意力可能也在别人身上，所以可能在2-3个约会或是2-3个约定的时候，有些被删除的取消的约会，就是可能跟他遇见的约会哈，所以还是一样哈，最近还是你们的遇见啦哈，你看哦，这张牌虽然是。我这边是有看到你们的遇见是应该是跟朋友的约会会遇见，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这个直觉，可是这个真正跟朋友遇见的位置却出在主牢里面，所以它会出现在什么？跟朋友约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跟朋友约定的阻碍，所以有可能 A 事情要去，你选择了 B， 所以 A 事情取消，可是它会在 A 的位置出现，这里出现了一个未知的情况，你很难全部都去。有这个变化，有这个可能性出来，所以我必须还是要老实跟你说哈。那它会让你们永远不见吗？不会，它终究要落地，只是时间会拖慢。可能本来很近哦，我看一下本来很近嘛，本来是应该要很近的，可是已经拖慢过了。我必须说，你们已经拖慢过了，连本来已经要遇到已经拖慢过了。两种好的能量都走在不太对的位置哦。然后本来这个遇见会产生一个新的冒险、新的认知，会刚刚我在前一副牌讲的，你们会一开始就遇到非常强烈的那种感觉的时候，这一个讯息现在掉到了没有阳光的海底里面，正在重新慢慢的浮出来，有能量在拉它，有线在拉它，可是上升的速度现在偏慢了，好吗？本来有，我必须说都本来有，可是都被阻碍了。这组牌非常混乱，非常多随机出现的阻碍风、隐形的墙都有。可是还好，原始的2个能量的连接非常强，是恶魔牌跟权杖8，非常强。它会直通，只是它路歪歪曲曲的在闪避，但它本来很快，本来是这样就到，可现在变成是这样才到。就拖慢了，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拖慢了，偶然的事情拖慢了，你的选择也有拖慢了，人跟朋友之间的事件的选择间也有拖慢了哦，都是一些小型的，没有太大了哈。那我必须说，如果你最近你有朋友需要你去谈心或什么，尽量去，因为我觉得这一组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爱的交换，你多付出你的爱。最后你们的遇见的能力应该会再更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正负能量交换。我们时常生活里，我非常相信正负能量的交换哈。有低就有高，有高的时候不要太开心，不要太享乐，应该要让自己的正能量在那个时候发挥的时候，看能不能去多分享给别人。
能帮助就去帮助，但能分享好心情也是一种帮助，好吗？不要用炫耀的方式，就是分享也是一个好。那在低谷的时候，求助于其他人的帮忙，跟其他人聊天也是一种达到平衡的方法。不要让这个低谷这么低，但它终究还是正负能量的交换。好，不要单独的陷在里面。记得我刚讲2种方法都是不要单独的陷在里面，好吗？不要独享，不要独自受苦。好，那我觉得这个流程还可以啦，只是拖慢了啦，哈，没有阻碍你们相遇的状况，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位置我还是翻一下。我蛮在意这个，也很在意这个，还有这个。今天真正的阻碍都在这边成为一道墙，用完全不同的事件成为一道墙。我来看一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这里说，好。我整理一下理解。好，这里说这里有一个未知的事件需要经历，然后这个经历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一种全新的觉醒跟新的智慧会产生这个可能是你们相遇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需要你经历一下，所以你最近。如果你朋友，我觉得这边真的有被朋友的干扰蛮多的如果你之前有朋友需要去倾听，需要去帮他，去跟他吃饭，帮他解惑，或是帮他开导，都 OK， 都去。你会听到，你会得到一个全新的智慧。这边在说的，他说这边有一个，他这边说的一种真实的理解需要产生，表示说这边有一个弦外之音，有一个你没有想象到的状况，你要去体会他人的故事。这里那这里说，你无法完全靠自己的直觉或是灵感去找到这个人，没有，现在没有办法，他还是需要。虽然你们的能量吸引得很近，可是这边有说，他确实需要其他人把你们带领。这边已经讲透了，他说这是一个盲目的灵性指引了所以这一条我原本很通的路，这里说他可能是盲目的，还是需要靠其他人带领所以这一次还是需要朋友跟朋友的一个聚会才会遇到。我先解释一下这里为什么说是盲目的指引，也就是说，他不会在你自己的生活里你自己遇到他了。就是说，你们可能一起去上一个运动课，然后变成陌生人的认识，或是反正去参加一个演讲或什么，然后就认识，这样一个陌生的角度没有认识，没有。他这边有一个朦胧的讯息，这个是他人。不是你们两个自己看到的方向。我一直觉得这个朦胧的讯息是在说，有一个其他人在他的视野里看到你们两个同时出现，所以在他灵感里面，他会创造一个约会或是一个聚会，然后你们两个会同时出现，或是在他的视野里看到你们两个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出现，然后他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做介绍。有这样，我在这边看到他的视野里有同时出现你们两个，所以这里在说。这个直觉，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直觉不是落在他，因为我翻的是这个，不是这个他在说你们两个之间其实一直产生我刚说的海市蜃楼跟幻觉嘛。即便你们两个在最接近的位置，你们还是看不到彼此真实的样子跟能量，所以我不觉得你们两个会靠彼此去认识彼此啦。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一个他人的眼界里面发现你们两个。好，这里说了一个我觉得很难执行的事情，但是我大概知道他说，这边说，如果你要显化这一次的见面，你必须要靠你的身体主动的去行走，所以也就是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最近真的有遇到朋友的，因为我这边一直真的有感觉到你朋友的低谷需要你援助，所以我一直被牵往那个方向，所以你最近有朋友需要低谷需要去挺进，赶快去。虽然这一个你想显化爱情的目的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有触类旁通，有触及别的东西的通路有跑出来。你会在你的理解跟感受上这边学到新的智慧的时候，会改变你接下来自己生活里面的决定。也许你会改变你想要去见的不同的人。你原本想要就像这里选的 A 跟 B， 你跟朋友的见面，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见面里面去改变你接下来新的朋友的约会的见面。如果有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所以这一个理解跟这个灵光的出现，新的智慧的出现，应该就是对后来你所要面对的决定里面有影响力。这里可能是这样。这里这一组比较，你可以说它比较悬，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逻辑性的影响好，
那这边的小结论哦，你的朋友最近很重要哦，然后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哦。好，那这一组没有通路，所以就不翻门，我觉得没有那个路都堵死了哦。来，我来看你们两个人真正接近之后灵魂的契合度的方向哈。来，哦，先说你们两个灵魂其实看不到彼此，你们两个是在完全不同的象限里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一次的相遇有一种突破性你们的相遇可能像这种我觉得完全不同的灵魂界限的遇见，都是有任务性的。我等一下直接翻这张牌，看它的任务性是什么。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契合度都很高，其实真的可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进入爱情。你们对爱情的感觉还蛮重的，还蛮强烈的，跟上一组牌一样你们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这边就有，但是内心的东西还是很难拿出来然后你们人生的方向跟想走的路，对未来方向是一致性非常强的。这个前一组牌也有说这边就再说一次对于未来的价值观、梦想各方面是没有冲突的，但是。然后在爱情的一开始一见钟情、一见倾心的感觉也是没有冲突的，可是都在于发现你们慢慢发现，其实两个是非常不同的人，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才会害怕这个感情只是一头栽进去，然后无疾而终。所以你们其实很有爱的感觉，可是很有吸引力，喜欢的东西很多，可是却让关系的节奏变得比较慢。好了，后面都很好，我真的说。其实你两个一开始遇到之后，一切都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这个就不多说，因为这牌子还不错。我花一点时间来这个地方讲，这个灵魂的相遇到底要诉说着什么？我好少翻到这张。这张其实还蛮简单的，他在讲一个流程他在讲4个端点，它这个流程，你要升华到什么最好的位置，它就是要经过这些支点那它更深的一个，就是说，你们所有所经历的东西，都应该算是设定好的一个命运的章节。所以这一次你们灵魂的相遇，应该算是第一次的相遇，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次才终于看到彼此灵魂相遇，可能就表示说你们的命运的章节现在才开始起步。所以你们后来所有的相遇、所有的学习、所有的不适应、跟陌生感、跟新鲜的东西，都是重新学习、重新认知。都是重新认知但是这里跟这里没有关联。我一直在想，这里为何你的朋友的遇见会影响到你们的见面我最多只能想到说，因为这边有在说一个理解之后，新的智慧会打开。我觉得他可能就会在未来你们要遇见前所答应的朋友的约会的选择上面有所影响啦。也许跟这个朋友，或是跟可能最近你身边真的有比较低潮的朋友，然后你最近的爱心善良又爆发，所以你会很想要去倾听，也在这些倾听的连接上面就连接到了这个人，也说不定这边有这个指引这样。所以无论这一题没有告诉你确切的方向跟见面的方式，可是大概关键点就是我刚说的，你的朋友很需要你，这个可能就是关键点他可能要让你进入到那个见到他的领域里，或是朋友圈的支线就散开来了这组是这样你体会一下你体会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看看有没有特别的时间点是你们两个能量非常靠近的我觉得这组时间点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已经很靠近了，就在你去找你的朋友的之间，我觉得已经非常靠近了，那个关联性好像要出来来，所以这2个时间你做参考让你有一个期待的时间感来，第一张这个时间在4月底来4月中到4月底，最终之后会开始来，这个比较远了这个就差不多到了12月底到隔年的1月，我觉得这太远了，我再帮你翻一张好不好不过我偷偷跟你说，他可能讲的是上一个1月中，你们已经有很靠近过了这边可能有这个暗示。来，怎么又是这个位置啊？我刚说这4月底，这个是4月底跟5月交接的地方，所以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强的能量的时间点
好，来再来给你3张动物灵卡，给你生活上的一个建议。好，最近的哈，你可以当成是每日建议来看哈。来，哦，这里是说最近你附近的能量调配的非常好，好坏能量、正负能量、不适应的两股坏能量，在调配的非常好。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需要调节，公司有需要调节，他们在争吵什么，你的调节能力比较强。大家会比较听得懂你讲，会比较听得到你讲的话哈。好，你可以试看看哦，试看看。来，这里说最近你附近有不错的能量在保护你，然后同时也展现了某种魅力，所以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小桃花，好，或是受到有人说喜欢你，但是都比较不偏向爱情，都比较像是你最近可能外在各方面打扮都比较符合你内在的魅力，所以你会产生一些对别人对你的好感。最近别人对你的好感有往上升一点点，好，来，这里说的是说哦，其实这2张牌一样哎，这张牌讲的是沟通。其实我在想，这边讲调节这样的沟通，所以最近还蛮符合这里的，就是你最近很适合倾听他人的事情，而且你给的意见好像都还蛮重要的，蛮有影响力的，可以去试看看哦。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这一组我很相信这张牌说的就在附近，有就在附近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感觉到你最近的朋友很需要你的倾听，或是像这里需要给意见的话，就去。它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逻辑性的，就是说你帮助了，你去倾听了，然后就会遇到这个，它可能不是。它有的时候是一个能量上的交换。你对于你的善的能量做付出之后，也许听你的人，或是你的能量、正能量的散发，会影响你接触到的人，去联想到你们2个。也许在这一份对谈的时候，也许他会说：“哎、我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认识，哎，你们2个好像还蛮有话聊的。”也有可能是这种讯息哦，所以就尽量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看怎么跟这个人连接，好吗？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